嘿，用新闻学中文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Real Time Mandarin。这里是一个通过中国新闻学习中文、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和趋势的语言学习频道。每周我们会讨论一个新闻，并带你学习5个好用自然的表达，帮助你像母语者一样讨论各种话题。你也可以订阅 realtimemandarin.com， 每周收到高质量的中文学习内容。本周我们的新闻是 HYROX 在中国火了。HYROX 是2017年在德国创立的一种健身比赛，目前呢，它还没有一个中文名字。如果一定要翻译的话，我们会翻译这个 Hybrid Fitness Race 这个短语，翻译成混合健身竞速赛但是现在在中国也习惯说 HYROX。这个比赛创立的最初想法，其实就是给这些健身房爱好者们提供一个可以检验结果、量化健身成果的比赛这句子有点长，有点难啊。具体来说呢，参赛者需要跑完8个1公里，每跑完1公里就要完成一个健身房里的训练项目，比如推雪橇划船机、负重健步蹲等等。简单说就是跑跑练练，再跑跑，再练练，听起来就挺累的。但这个比赛在过去的1年里，在中国的1线城市，比如北京、上海，呈现了爆发式增长。2024年，北京的第1场 HYROX 比赛参赛选手有1600人。到今年5月，上海的一场比赛中，报名人数已经接近1万人了。很多中国网友开玩笑说，没人疼你就去练 HYROX， 练完了你哪儿都疼。这其实是一个谐音梗，用了疼的2个意思。第一个疼是关爱、关心疼爱，比如我可以说妈妈很疼我就是妈妈很爱我，很关心我。那第2个疼呢，就是真的疼，健身完以后身体上的疼痛。所以这个玩笑的意思是说，你觉得没人关心你，没人爱你，你去练 HYROX 吧，练完了哪儿都疼。那 HYROX 在中国流行起来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比赛方式击中了很多做题家的心。做题家就是指非常擅长考试，按照规则做事情的人通常有一点自嘲的意思。那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不得不说，我确实挺喜欢考试的所以 HYROX 这种比赛形式就好像是一场健身考试有清楚的规则，考试之前会告诉你有哪些项目，你只需要按照规则准备就可以了。最后呢，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个成绩，这个成绩可以和别人比，也可以和自己比。所以有很多人参加 HYROX 比赛也是为了刷新自己的 PB Personal Best， 个人最好成绩。这就让我想到了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有很多学习特别好的同学，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卷王，他们会刷分。刷分的意思就是这场考试他已经通过了，但是他觉得他还能做得更好，所以他就再参加考试，再参加考试，目的就是拿到一个更高更漂亮的分数这个叫刷分。那 HYROX 比赛中就有很多人想要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。除了刷个人最好成绩， HYROX 在中国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中产奥运，因为这场比赛的门票不便宜，最少也要600块。如果你看我们上期的视频，我们讲外卖员送1单大概是3到5块钱，600块他们要送100多单，
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参加得起 HYROX 的，它要求你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还要有时间来训练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说是中国中产阶级比较喜欢的比赛，生活在一线城市30-40岁的白领等等。那对他们来说，一次 HYROX 比赛其实是2场比赛，一场是线下体力的比拼，一场是社交媒体上照片的比拼。每一张准备比赛、完成比赛、刷新成绩的照片都成了新的社交货币。好的，关于 HYROX 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5个词是1. 卷王。卷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。这个词最开始是内卷，内卷的意思就是极度的竞争，但这种竞争是非理性的，是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而被迫的付出很多倍的努力。所以后来慢慢的卷这个字也成了一个形容词，形容拼命努力、拼命竞争。比如他是一个很卷的人，平时每天加班，周末也不休息。其实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，我会直接叫他们卷王。那在 HYROX 比赛中，那些每天上班前2-3个小时去健身房健身，周末还要坚持跑10公里、20公里的人，就可以说是健身房的卷王了。或者用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说，我的同事们个个都是卷王，要卷死我了。2. 自虐。虐就是虐待、折磨，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自己折磨自己。但是在网络用语里，我们说自虐的时候，没有那么的严肃和正式，是有一点开玩笑的，去说一个人选择做一些非常辛苦、非常累的事情，比如高强度的训练、挑战等等。比如很多人喜欢参加 HYROX， 其实是喜欢这种自虐的感觉。或者用在其他的场景里，我们可以说，减肥的时候每天只能吃水煮青菜，这也太自虐了吧。3. 龇牙咧嘴。成语，龇就是牙齿露出来，咧嘴就是嘴巴张开不是这样张是这样张，这样张。好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咧嘴笑你这样笑，你叫咧嘴笑。我们说小朋友咧嘴笑起来很可爱，但龇牙咧嘴不太可爱。它是形容因为痛苦或者用力而张开嘴露出牙齿的样子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要提起或者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，你的脸都在跟着用力，对不对？就有点不好看，没关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没有意识的龇牙咧嘴用在其他的情况，我们可以说，我刚才不小心磕到了我的手，疼得我龇牙咧嘴的。哎呀，好疼啊，就是这样。或者跳了20个波比跳，累得我龇牙咧嘴的。4. 没苦硬吃。这是一个网络流行语，大家用的也很多。这个词原来的词应该是吃苦，那这个网络流行语就是把吃苦改了一下，意思是没有苦，就是生活没有给你痛苦，但是你非要找点痛苦。比如说他以前工作挺好的，但非要辞职去做自媒体，有点没苦硬吃了。那这种改变词语的方法也可以用在别的词上，比如大家经常说的没班硬上，就是没有工作，但还是要看起来像上班一样。如果大家看过我们以前有一期视频叫假装上班公司，这个就是没班硬上或者也可以说没病硬装那这个词就是装病嘛，没病硬装，本来没有病，非要说自己有病。那说回没苦硬吃，
很多人说参加 HYROX 就是没苦硬吃。好，最后一个词5，社交货币。社交 social， 货币 currency 可以用来交换。所以社交货币就是能让你在这种社交的场合里显得有趣、有品位、有地位，能让别人更关注你，愿意跟你交流的东西。以前中产阶级的社交货币可能是名牌包、漂亮饭，但现在就变成了 HYROX 的参赛照片、APP 上的跑步记录等等。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，参加 HYROX 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货币，它代表了你有钱、自律、有时间。或者对一些年轻人来说，去音乐节也是一种社交货币，或者名校学历也是一种社交货币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话题用刚刚学的这5个词连起来，可以说 HYROX 吸引了一群喜欢自虐的卷王，他们愿意龇牙咧嘴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挑战。有人说这是没苦硬吃，但这项运动也确实成为了现在中产阶级新的社交货币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话题和全部内容。喜欢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到 realtimemandarin.com 上发现更多高质量的中文学习内容。我是 Snow， 我们下周见。